在被告与当事人长达36年的婚姻当中，我的当事人因为想要维系家庭和睦，保护孩子，忍辱负重，期望着被告能够有一天良心发现有所改变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已经是当了爷爷的被告，竟然变本加厉的，当着儿子与儿子前妻的面，公然对我的当事人施暴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有一次，我回了娘家，但是没跟他打招呼，就在娘家住了一晚上。回来以后，他说，既然嫁到了夫家，就不能在外面过夜。那第二次，是我刚生完劲草，那时候孩子小，我给他喂奶呢，喂了急了点儿，就呛着了，他就吐了。他说带个孩子都带不好。再后来就是有一次，我们带着劲草回我公公婆婆家，那个时候劲草已经上小学了，那时候是孩子最淘气的时候，他淘气我就说了他，但我婆婆不干，她就护着孙子嘛。当时我也年轻，我就回了句嘴，她说一个女人做了媳妇儿，不能这么跟婆婆说话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是当事人的儿子在初中住校期间，被告说要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，要减少他的生活费，免得他吃零食浪费。我的当事人看见孩子日渐消瘦，因为心疼孩子，就偷偷地给孩子送去了吃的，以及送去了钱。结果被被告发现后，他骂我的当事人溺爱孩子，说惯子如杀子。我的当事人反驳说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怎么能让他吃不饱饭呢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母呢？被告气急败坏的踹了当事人一脚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在被告与当事人长达36年的婚姻当中，我的当事人因为想要维系家庭和睦，保护孩子，忍辱负重，期望着被告能够有一天良心发现有所改变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已经是当了爷爷的被告，竟然变本加厉的，当着儿子与儿子前妻的面，公然对我的当事人施暴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本庭认为，由于被告的恶劣行径，他与原告的婚姻难以维系，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情合理。为了不浪费国家司法资源，我建议被告接受调解，接受原告的诉求。被告听清楚了吗？我不同意离婚。婚姻不是儿戏，谁家没有矛盾啊？勺碰碗，碗碰锅，这不正常吗？别因为一点破事闹离婚，这社会不就乱了？张山亚也跟着学，我不惯着。是，以前我是打过他，你们该拘拘，该判判，我认。但是我不同意离婚。被告请注意，现在是原告起诉要求离婚，如本庭认为原告理由充分合理，即使你不同意，本庭也可以依法判决。被告听清楚了吗？你们硬判离也行，但是朱家的财产不能动。好好的一个家，让你们给拆了；好好的一个家给毁了。既然如此，想走的我不拦着，但是朱家的财产不能动。你别从朱家这个门出去了，又把朱家的房带走，不行。阿姨，
一般第一次开庭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，但是只要我们明确表达了我们的诉求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知道。儿子，妈给你丢人了。对不起，妈。这么多年，我只在乎我那个小家庭，从来都没有真的关心过你。我不知道原来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吃了那么多苦。儿子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你们一家三口好好的，你们能过好你们的小日子，妈就是吃再多的苦，受再多的委屈，妈都觉得值。道歉，给我妈道歉。我要是不呢？儿子，你让开吧，他是你爸。道歉。想打老子？打吧，告都告了，不差那一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妈都听你的。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离婚，就当这辈子还做过一件好事。哎，金草，这是法院，注意一下。走走，那我们走。你充其量就是软饭硬吃。金草，这是我搜集到的10几个签约过周家的画家，他们都是价格虚高，在市场上昙花一现。我见过他们其中3个，混得最好的一个叫王不悔，他现在只不过是在一个培训机构里教小朋友画画。另外2个早就已经改行不干了，一个在开网约车，一个在搞餐饮。周瑜的爸爸周从德的公司涉嫌洗黑钱，光是进入到法院诉讼程序的就有3起，最后都是判定周从德有罪。因为当时这件事情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，他们家只能收手。但没想到2年之后，周瑜子承父业，重新干起了他们周家的老本行。但是他们这次失算了，因为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。茉莉，我很喜欢你的画，在我心里你早就是个真正的画家了。但是至于你的画到底能在市场上卖出多少的价格，这是2码事。你自己是做这个的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现在摆明了周瑜他就是利用你做棋子，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，一个圈套。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圈套。你是在利用我洗黑钱吗？
你调查我啊？是啊，我没有想到会遇到你这种人。你为什么要调查我？为了茉莉？你怕她被抢走啊？你自己干过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你要违法犯罪，不要拉上茉莉当你的垫背。商业欺诈、洗黑钱，你自己算算得判多少年？开个价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，这些东西，加上把你的嘴闭上，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也就是说，你承认了？我承认什么？承认利用茉莉去洗黑钱，现在还想花钱来封我的口，是吗？周宇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干这些违法的事情？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顾茉莉，我负责任地告诉你，那些所有和我合作过的画家，管他是牡丹、菊花、芍药还是玫瑰什么的，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他们只能乖乖地配合我把这个游戏玩下去。把钱赚到了放口袋里，就永远闭上你的嘴。钱不香吗？我捧你，在你身上砸了这么多钱，我还让你挣了这么多，可到头来我得到什么？顾茉莉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可换来的是你前夫拿着这些东西来威胁我，你还质问我，我现在非常后悔。我为什么会被你们这种阶层的人给拖下水啊？我们是什么阶层？我们清清白白地挣着一份踏实钱，不多，但是不丢人。你呢？你告诉我你是什么阶层？所谓的生意，就是用这种肮脏的手段去挣钱啊！肮脏吗？顾茉莉，你画画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名，为了利吗？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由经济价值来衡量的。所谓的艺术，那都是冠冕堂皇的伪装和设计，这就是现实。你好好看清楚，是谁挖掘出你的价值？如果没有我背后的操作，你那些画能卖到7位数吗？它不过就是一堆废纸。如果像你说的这样，我宁愿一辈子不画画。好啊，顾茉莉，朱劲草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的婚姻、你们的生活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认清过你们自己的价值。你说的挺好，我全都录下来了。尤其是你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。你把我扳倒了，你能得到什么呀？你能给顾茉莉幸福吗？你不能，你只能做到把能给她幸福的那个人变成了嫌疑犯。你高兴了吗？你刚才说顾茉莉是棋子，可在我眼里，你连当我的棋子都不配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充其量就是软饭硬吃。劲草，说起软饭，